大家好，我是柳凡毅。上一期视频中，我们详细解读了1、2、3、5、6、11、13卷封面和标题的暗示。本期视频，我们不仅会讲解剩下的4、12和17卷的信息，也会附上 UP 自己的猜测。第17卷标题名大雁衔之，封面人物禅院直哉。这卷名字是一个典故，在中国它叫衔卢鸿，在日本则叫大雁衔之，讲的是大雁渡海的时候会口衔芦苇或小树枝飞行，疲惫时就浮于水面，栖其上而息。在中国，这个故事一般用来寄托愁绪哀思，在日本则比喻事情准备周全。之所以这卷的封面人物是直哉而不是珍惜、真义两姐妹，UP 觉得一是因为标题上已经暗示了两姐妹的命运，表达了悲哀；二就是剧情里写得很明白，禅院直哉已经与善、圣一乃至总监部取得共识，他们要违背直批人的遗命，拒绝会当家主，并且与珍惜做切割。由于整件事绕不开直哉，毫无疑问，直哉本人就是直接主导者，也是两姐妹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之一，所以让她上这个封面也行，因为她对大雁来说就是最直接的危险，她也觉得自己准备得很周全。第12卷标题名涩谷事变降临，封面人物明明，内容为98到106话。降临的意思是使灵下降，附着到自己或者他人的身体里，以增强力量。最符合标题的应该是本卷中出现的圣儿。为什么封面人物会是明明呢？明明在这卷仿佛没做对后续有决定性影响的事情，就是和娟所的咒灵打了一场，既没有进一步拖住娟所，也没有消耗掉他的大招。要知道，每卷标题和人物都是强对应关系，不可能出现二者毫无联系的情况。所以 UP 有个猜测，明明或许是继99游击之后另一位新疆体，原因如下：第一，天元说新疆体和六眼与他是因果关系，哪怕娟所曾经杀死襁褓中的六眼和新疆体，但关键时候这二者又出现了。虽然现在天元死了，但考虑到天元的结界还存在，雾也还活着，世界上还有新疆体存活的概率很高。第二，御舍篇的时候，99游击对夏油杰说不用担心天元，还有另外的新疆体。而涩谷事变之后，他跑去找天元，看到天元的状态十分吃惊，内心独白是那时候并没有另一位新疆体啊，证明以当时99掌握的情报，天元手上应该还有一个新疆体，所以他才有10年前的不担心和10年后的惊讶。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后来在与娟所决战之前，99又问了天元一次有没有多的新疆体，并且让天元不要算他自己，而天元的回答是没有比离子资质更好的。99就得出结论，确实还有别的新疆体存在，只是天元出于某种原因没有选择同化对方。第三，明明从涩谷逃到吉隆坡后，打了一通电话给一位神秘人，其中提到对方那边是早上，当时东京时间为23点26分，对照可知，只有西区时间较符合这一形容，从而可以将当时涩谷出现的人全部排除。乙骨和米格尔为了寻找黑神，身在非洲，也不大可能。这么算下来，既有可能在美洲，又符合内应这个需求，只有当年和盘星教息息相关，还给圣儿介绍杀新疆体任务的孔时宇了。没错，和最符合本卷标题的圣儿扯上关系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第4点，明明是怎么从娟所手中逃出来的？明明打败娟所放出的特级咒灵爆疮神后，可是直接对上娟所的。娟所对他们的评价则是很能干嘛，以如今的术士而言，重点是如今，而不是我见过，证明二人在他见过的咒术师里并不能算顶尖。娟所对实力局势的判断一向十分清晰，看他的表情也不像紧张的样子，证明他是很有把握杀了二人的。接下来就很奇怪了，两姐弟和娟所的正面战斗是整个涩谷事变所有战斗里唯一没有画出来的。虽然明明自己在和神秘人的电话里说他们姐弟是差点被杀的时候用悠悠的术式瞬移过来的，但独眼猫就是吝啬到连逃跑的图都不给，全靠明明自己说。那么就有2个问题，假设明明说的为真，这种从东京到吉隆坡的超长距离传送已经远远胜过5条悟的瞬移，如果悠悠真有这种级别的实力却不为人所知，他们姐弟在谋划着什么？而且他们在娟所面前用过这个技能的话，娟所一定会提防，
为什么后续专所碰见从俯冲带瞬移出来的5条悟这么惊讶？如果不是，就必须回到最关键的问题：明明是否说了谎？他们两姐弟真能从专所手里逃出来吗？哪怕悠悠真有这样的术士，他至少要做2个动作，即拉起姐姐和发动术士。参考后面专所与99的战斗动辄以秒来计算的情况看，2个动作的时间足够专所打断好几次了。而且后续画出来的明明和悠悠都不像身受重伤的样子，他们两姐弟都没说会反转术士。而且按照明明的说法，他们是打专所的时候瞬移到吉隆坡的，肯定没时间去找萧子治疗。这就奇怪了，和专所战斗，2人居然能毫发无伤。想想后续账相和99打专所的惨状，实在很难相信明明的逃跑没猫腻。UP觉得独眼猫故意不画这场战斗，就是因为明明在此处投了专所，把天元卖了。首先，明明是个利益至上者，只站在金钱一边，不请他办事直接付钱，请歌姬办事就打个电话，可见2人性格。所以明明卖了咒术界，性格合理。瞒过天然感知闯入姐姐的案例，独眼猫已经示范过3次了。一是专所利用藏在素挪手指里的符咒定位，让真人潜入偷9象图和素挪手指；二是账相带主角团队进入空心宫，原理是他能感知到9象图其他兄弟。还有一次就是圣儿能追上杰和离子，靠的就是他出色的五感，追踪2人留下来的气味和足迹。也就是说，对不断变化万千门扉、俨然超大迷宫的空心宫来说，定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内鬼则是定位的基础。专所选择这时候来找天元，并不是因为他这才找到进入方式，而是他要等非术士同化完毕就第一时间过来，并且他这次闯入既没被天元发现，又直奔天元所在，一点时间都没浪费，从正上方直接逼近空心宫的核心，很明显是知道天元在哪里。但在姐妹交流会前，他对用附着在素挪手指里的符咒去做定位的事情实际上是有所担心的。他明确说了，怕咒术界把幽人杀了，或者先把目前有的手指喂给幽人，只是为了后续计划必须赌一把。也可证明当时他除了这么冒险外，并没有其他定位天元结界内部的方法。也就是说，他是在姐妹交流会至死灭回游这段时间掌握到了相应的方法。参考专所看到账相后说对方没用处，自己也没兴趣，这是真心话。加上账相能护卫天元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涩谷事变后，只要乙骨和99中任何一个对账相出手，账相不可能留命。对专所这种喜欢做好万全准备的人来说，寄托希望在账相身上属于极端不稳定因素，加上他很看不上9象图兄弟，故印定账相的可能性几乎为0。鉴于99也认不出其他新疆体，又独来独往，专所连99的术士都不清楚，对他了解很少，也很难在他身上动手脚。排除下来，能被定位的就只有天元了。还有个细节可以证明，即明明的术士是乌鸦。相传神武天皇出征时在山林中迷路，是乌鸦为他指引道路，最终取得胜利，所以乌鸦在日本地位很高，又与指路息息相关。迷宫、指路，假若明明是新疆体，上述的猜测就能连贯起来。他认识孔时宇，与盘星教有某种关联或恩怨，与专所的战斗虽然落败，却展现出了足够的价值。专所没有杀他，而是与他定下束缚，借助新疆体和天元的联系，剑指天元，然后放他们离开。佐证这个猜测的还有本传标题降临，以及符合这个标题的圣儿。圣儿被诅咒师召唤出来，却不听诅咒师的，反而帮惠、七海等人宰了驼艮。当时花玉已死，4大特级咒灵里，驼艮是第2个死的，即圣儿完成了背叛 A 协助 B 杀了 C 方强者的操作。明明若切合降临，将咒术界看作 A， 专所看作 B， 天元看作 C 的话，这个猜想刚好成立。而且99也是4大特级咒术师中第2个死的，3个新疆体，一个早死，一个为保护天元而死，一个背叛天元，刚好能形成稳定的对照关系。说完其他21卷，让我们回到至关重要的第4卷，标题名我要杀了你，封面人物5条悟，具体内容从第26话至不知何时的你到第34话京都姐妹交流会2。本站的内容主要是顺平之死、真人和悠然七海的决斗以及交流会的开幕，5条悟只在最后出场。根据其他传的情况，该传没出现或者没占据主要剧情却上了封面的人物，往往是未来剧情的暗示与伏笔的回收。
第3传的野蔷薇，第6传的真人，第11传的七海都是相应情况。让我们再看看标题，我要杀了你，这是单行本的标题名，也是第28话的标题名。这一话的大概内容是，因为真人当着幽人的面把顺平转化了，导致幽人暴走，一定要杀了真人，却差点被真人重伤，幸好七海及时赶到现场。结合先前的种种伏笔以及目前的剧情，UP做出一个比较大胆的假设，这一话的剧情可能是虎杖悠仁和五条悟的预演。UP之所以如此推测，有以下几点：第一，杖相在88桥涩谷事变中是纣灵的直接合作方，让九相图纣物占据人类，运送素诺手指并杀人，帮助封印五条悟，袭杀致使幽人昏迷，间接导致素诺放出140米，一笔笔都是他欠下的血债。虽然他后面透露专锁情报，护卫天元，在天元和99死后送回玉门江里，令其他人对他的处理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但在五条悟那里，杖相的罪行铁定要有一个结果。以杖相的功和过加上杖相对幽人的重要性，UP觉得概率最大的做法应该是参考对下游界的家人，或戴罪立功，比如跟着遗骨的米根儿，或者放一马，比如双胞胎，但不允许出现第2次作奸犯科。第二，产院家的灭门案，五条悟会严惩产院真希，杀了他的概率很大。真希确实有报复的理由，善圣一和直灾合谋把他们都宰了，完全合理。悟听了估计还要表扬几句，但真希复仇波及的范围太大了。漫画明确描写了真希的屠杀顺序，直灾指挥丙和区拘留队追杀他，他将这些人都干掉了，还觉得不够。涩谷事变后，禅院家有很多咒术师出去执行任务，扶除纣灵，他在几天内找到这些人一一杀了。这里先简单谈一下禅院家的构成，是一个很明显的金字塔社会。禅院家目前披露出来有2支特殊部队，一支是由家督指挥的准1级以上咒术师才能进入的精英部队丙，另一支则是丙的下属部队，由成年男子组成，非咒术师但勤练武艺，护卫咒术师和用咒具杀纣灵的特殊武装部队区拘留队。举个不恰当的比喻，二者一个像高高在上的公司高管，一个像最底层的劳务派遣员工，而且这种身份差别是一生下来就决定的，因为后者没有术士，所以他们只能当前者的士兵和炮灰。当然，禅院家也有其他部队，只是在没有家主的情况下，直灾只能指挥他有权限调动的这一支。那些既不是1级或准1级，又不是非术士的咒术师们，即2级到4级这个区间的，活着就会比较艰难，大概类比公司的正式职员。虽然被劳务派遣的员工们羡慕，但实际上的遭遇如何，独眼猫已经借西宫之口说出来了，不成为精英咒术师同样不算人，只不过是比炮灰好一点罢了。其实看到这个家族构成以及真希加入过区拘留队的时候，UP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契机，真希说了要成为家主，改变禅院家，和区拘留队又有同僚情分，难道不应该团结下层，联合中层，对高层能用的就留下来，不能用的就处理掉，从制度上打破这悲哀的现状？为什么要把禅院家的咒术师都杀光？还有禅院家非咒术师非特殊部队的老弱妇孺，他有没有杀？UP觉得他既然连外出的术师都特意一个个找到全部杀光，当时留在禅院家的弱者们应该也不能幸免，估计顺手就杀完了。退一万步说，哪怕他对这些人手下留情，禅院家已经失去了所有战斗力，这些人怎么在东京这个魔窟活下来？说实话，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萦绕在UP内心的情绪只有悲哀和失望。五条悟难道不讨厌烂橘子吗？但只要烂橘子说的是合理的，悟也会用同样合理的手段来应对，除非烂橘子越过底线，做下少年怨，他才愤怒地想去把烂橘子杀光。但最后他还是克制了自己，因为烂橘子确实是为咒术界考虑，哪怕十分保守、古板、陈旧，甚至偏激。悟尚且没有仗着实力强，杀了所有不服从他的人，而且对待其他人，无论是咒术师还是人类，都尽量保住他们的性命。比如涩谷事变中的0.2秒礼遇，比如对遗骨、幽人等异类的包容，又比如与宿傩对决时只打胸口不打头，只为有可能救会，都是他有人情味的体现。可他教出来的学生声称要成为禅院家主，改变禅院家的学生却灭了禅院家满门，这不讽刺吗？真希口口声声要反驳的到底是不公平的秩序，还是对他不利的秩序？可能有人会反驳UP，如果五条悟要杀，在对决之前的1个多月有的是时间杀，但UP觉得他一是要了解情况，
二是素挪是个强敌，娟所明显别有居心，他不能在没打完敌人的时候就削弱咒术师比较强的有生力量，因为珍惜牵扯到另一位强大的咒术师，那就是乙骨。乙骨对同伴的重视始终是排第一位的，他是非常典型的自己重要的人优先级排最高的那种人。如果雾没在涩谷事变之前拜托幽人照顾乙骨，乙骨会因为狗蠢的断臂杀幽人。仙台结界中，石榴和乙骨打完，两个人谈心，乙骨要求石榴将积分转给自己，石榴听完就懂了，说如果没有这个要求，乙骨应该会将他们都杀光。乙骨默认了，还笑得很灿烂，让石榴感谢他的伙伴们，可见伙伴对他的重要性。而临卷的时候，珍惜说要从内部摧毁禅院家，乙骨表示自己也能帮忙，被珍惜拒绝了，说要一个人做才有意义。由此可见，对珍惜灭掉禅院家这件事，五条悟和乙骨忧太的看法很可能截然不同。乙骨是帮亲不帮理，悟则是帮理不帮亲。综上所述， UP 认为五条悟一定会杀珍惜，而乙骨为了保护珍惜，要对五条悟动手。第三，因死灭火油诞生的咒术师怎么处理？主动选择加入这场游戏的，以及被迫加入这场游戏的，又该如何区分？在这种残酷的淘杀游戏中，每个人手上都沾了人命，是当咒术师看待，还是当诅咒师看待？他们是否要为之前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们今后要用什么约束起来？第四，与娟所签订契约的老怪物们怎么处理？莱西华和天使共生，双方性格都还比较温和，也一直在救人，估计不会有事。陆子云这种大开杀戒，只为了找强敌挑战的呢，是不是应该送张三途川的回程票？第五，独眼猫特意画了猪野单独找物的镜头，而且明确说了有关七海。作为七海的谜底，猪野是否通过追溯七海之死，发现日下部在摸鱼，不及时救援的真相？第六，五条悟的立场在哪边？他想要的秩序是怎么样的？这里放两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首先，大家都知道悟并不讨厌涩谷事变之前被娟所称之为田园牧歌式的和平，他认为和平是必要的，只是烂橘子思想陈旧，性格保守，跟不上时代，自己需要培养更多强大聪慧的同伴，对咒术界进行改革。而根据独眼猫22传附录的关于咒术师义务的条约，咒术总监必须由御三家指名，然后内阁总理大臣任命。UP 觉得这个结构非常像室町幕府的三管领家族，三家为了争夺管领的位置彼此争斗，虽然任命要通过幕府将军，可实际上将军已经被管领架空。如果真是这个设计，御三家的地位便十分超然，说最高权力是他们三家共同执掌，轮流坐庄也不为过。这也是禅院家灭门后，其他家族要求总监部除去禅院家的家名，家茂家和五条家却反对的原因。一是兔死狐悲，今日保禅院，明日或许就轮到自己；二是自诩身份的傲慢，认为其他家族没资格和他们成为同一个牌桌的对手。基于这个政治结构，我在这里说一句，咒术界曾经的和平是御三家撑起来的，不为过吧。五条悟作为五条家家主，绝对的权力核心，先前偏偏就和烂橘子反着来，他们坐着他就站着，他们每次出场都穿羽织，他就穿高专衣服，可见悟对烂橘子的厌恶程度。但这次和素挪对决，他却特意穿了羽织。服装的变更有时候代表身份和立场的转变，之前五条悟一直穿东咒的教师服，证明他立场在高专这边，如今换成羽织，这或许代表五条悟要履行身为五条家家主，甚至御三家唯一存活家主的职责了。毕竟禅院家主和家茂家主都死了，剩下的只有身为五条家家主的他还活着了。另一个细节，他和乐岩寺歌姬过来的时候，看学生们的眼神不对劲，悟对乐岩寺的讨厌在交流会中有目共睹，可他出来之后却一反常态，甚至能看到乐岩寺的好。阿福认为五条悟已经意识到人实际上是多面的，一些烂橘子令他讨厌的地方，反而在特殊时候是有那么一点价值的。就像作为保守派领袖的乐岩寺始终没把特殊咒骸的制作方法上报，作为保守派母体的家茂家主因为不服从娟所而被杀死一样。如果他们以前对五条悟言听计从，那他们现在一定会沦为娟所的仆从。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人对强者 A 毕恭毕敬，对强者 B 就突然敢于反抗了吧。就是因为他们从前也对五条悟指手画脚，压根不因为五条悟强就听他的，反而各种不服气，各种对着干，所以他们也愿意拿命抵抗娟所。而那些涩谷事变后在娟所清洗中苟活下来的烂橘子，都是为虎作伥的墙头草，在悟出玉门江后被杀，实在死不足惜，大快人心。顺带一提，很多人不清楚乐岩寺在咒术界究竟是什么地位。悟说他是保守派老大，
一会儿又感觉他像是总监部的手下。实际上22卷附录已经写得很清楚，两校校长必须由御三家提名，再经过咒术总监最终任命，咒术总监则对两校校长拥有指挥权。从这点上来看，校长的地位更像是守护或者探题，类似于我国的节度使或总督，理论上不可以世袭，代代由中书任命。当然，如果这种职位能变成世袭，或者能不听中书调令，那么下一步就该是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司马、录尚书事、相国总百魁、开府仪同三司了。两校的地位高不高呢？当然高，只是和中枢有距离。就像军机大臣和地方总督，在我国这当然是能互相转化的，在日本则未必。这就是乐言寺校长为何看似地位很高，却必须听命总监部的原因。毕竟他还不想造反，但同样这也是他逃脱专所清洗的原因。他没有靠近最高权力，随时可以被替换，专所把他换了就行，不必多费力气。而雾对乐言寺的认可，主要是基于特殊咒海事件的改观，实际上也证明他思想和政治上趋于成熟了。就像 UP 在先前评价珍惜应当如何改变禅院家那样，维护下层利益，拉拢中层势力，任用尚可的高层，遵从和平时代秩序，人品有尚可的烂橘子，哪怕性格过于保守，但他们至少愿意维护秩序与和平，而不是专所签约的千年老怪物，又或者是死灭毁游诞生的咒术师那样，因为力量强大就为所欲为。涩谷事变和死灭毁游实际上都是大考场，个人的能力、性格与选择暴露无遗。这些既定的事实势必会影响到五条悟对部分人看法的转变，也会直接影响到后续剧情。综合以上几点，UP 觉得五条悟会同意明明全程直播他和素挪的战斗，一方面是他认为自己不会输，另一方面他需要当众宣布他这1个月来的思考，即现在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秩序，今后的咒术师们必须遵守什么规则。没有什么比全世界所有咒术师都在观看的这场决斗能凑齐的人更多，也没有什么比2代最强的战斗更震撼了。而上面提到的几点都属于他一定想好了的事情。为了佐证 UP 的猜想，大家请看这张图。雾和素挪决战时，这些人就在旁边像看球赛的主播一样卖力解说。在决赛中说过话的人，除了可能被柱子挡住的猪野，全都在这里了。高宇不像猪野一样说过话，也没出现在这张图上，什么情况暂时不明。唯独没有战前准备帮忙的乐言寺、歌姬、伊地知，是他们3个回去了吗？不可能吧，至少伊地知不会走。而且3轮的在场也很微妙，作为此处唯一出现的京都校学生，3轮为什么不和乐言寺、歌姬在一起，而是跑到日下部这边来？如果说他是过来和东京校的学生们玩，他的同窗西宫和家茂为何又不在？唯一的可能就是3轮和日下部师出同门，他们2个都没有术士，却会简易领域，有点像剑道道场式的传承。涩谷事变中，连特级咒灵都不想面对的日下部选择使用简易领域挡住捐所，就是为了救3轮。3轮也对日下部没大没小，还敢泼他一身水，可见他们确实很熟悉。UP 认为独眼猫这张图不是随便拍的，而是有很清晰的目的。5条悟会清算的人，以及听见这个消息一定会出手帮忙的人，全部在这张图中。至于真正站在5条悟那边的人，比如伊地知，比如歌姬，甚至乐言寺，能找理由的就找个理由，不能找理由的就直接不提，而不是故意追求人凑齐，因为要做个区分。不仅如此，对这张图，独眼猫也贴心画好了分区，左上和右下是东咒系，右上和左下是死灭回游系，中上和中下是乱入的，不合时宜的闲杂人等。至于左中和右中的珍惜和明命，应当是重中之重。综上，UP预测后续剧情为，在素挪跟雾对战结束后，雾要杀捐所。此处不知是否有明命剧情，但最后捐所肯定在当天之内死于雾的手上。在所有人欢呼雷动的时候，雾宣布几条咒术师必须遵守的规则，以及对现有这些人的处理决定，其中就包括对杖相、珍惜、日车、陆子云等人。这里提一下，虽然主流观点是捐所要留给遗骨来杀，但5条悟解封出来后态度很强硬，捐所必须留给自己来杀，不想要劫有2个忌日。参考劫也是被雾杀死的，UP倾向捐所最终是被雾杀的，以实现雾的诺言。遗骨、珍惜、称、陆子云等用来对付素挪的备选，实际上最后都要来对付雾，才符合第4卷可靠的前辈帮助主角对付强大的敌人这个伏笔。再来根据这张解说台的图盘点一下，如果雾真这么做了，遗骨、熊猫和狗卷肯定会站在珍惜这边，试图保护他的性命，
萧子也未必会同意雾的决定，陆子云也不会坐以待毙，他还留着致命一击的杀招。雾想要的秩序肯定不是称想要的，称也会动手。日下部不会束手就缚，而三轮应该在纠结很久之后，还是选择站在日下部这边。朱也应该会很纠结，他的情节待定，幽人未必会站在雾这边，一旦他不肯走，帐相一定会留下来，那就必死无疑。帐相在自己面前死去，才会让幽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对雾动手，与乙骨等人联合，然后因为娟所死亡，死灭回又彻底结束，导致出现全新敌人，即娟所先前十分期待的1亿人形成的咒灵。鉴于那张咒灵恰好画的是高宇的滑稽图，高宇本人又刚好没出现在解说台，否则以他的性格肯定要和大家聊几句。如果作为预言，或许是五条悟因为与素挪的战斗和追杀娟所的瞬移导致术式过载，暂时不能再使用，高宇才能找到机会将所有人分散，临时化解这场危机。而这个庞大的咒灵又很可能和素挪有关，才能符合咒胎代天的剧情。这样的剧情走向便能回收第4卷的标题和封面的伏笔。好了，本期分析大概就说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支持哦，我们下期见。